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宇判惊奇的直播，追踪每日新闻，请您订阅我这个新频道大宇判惊奇。那么少林寺，中国的少林寺啊，闻名天下，可是呢，它当今的住持却是以堕落啊，在世界出了一番臭名。那么在7月27号周日，少林寺官方确认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还有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跟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目前呢，正在接受多部门的联合调查，有关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布。这少林寺官方确认了啊，先前呢网上有些消息，那中共警方还在辟谣，结果呢很快就得到了确认。那中共的这个佛教协会那在中共直接控制下的一个统战部门，中共佛教协会在7月28号发布公告，说已经注销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戒牒。说呢，他所作所为性质十分恶劣，严重败坏佛教声誉，损害出家人形象。那这前一天呢，少林寺的管理处还通报，释永信因为涉嫌刑事犯罪，这个刚刚跟大家讲了就是有种种的跟女性的不正当关系甚至私生子侵占财产等等这些非常恶劣的罪名，这一概都公布出来了。10年前，包括10几年前的不同的指控，在如今都一一得到证实，都被坐实。那么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呢，释永信是在今年年初出了趟国，去了梵蒂冈，回国之后呢就被限制出境。从今年5月开始，当地政府呢就派人常驻少林寺监督相关的事务。也就是说呢，释永信出事是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只不过呢现在才爆发，现在呢公众才知道。那释永信呢今年年纪不大，也就是59岁作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的第30代方丈也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敛财的这样一个佛教僧侣，掌管着数以亿计的这个少林寺的商业帝国。那一直以来呢，释永信呢是深陷情妇、私生子、侵占寺院财产等等各种各样的丑闻中，但是呢却告不倒他。那这一次被查呢，可能有不同的说法。那一个说法呢，当然就是他这个事情太大盖不住了。那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是没有太强的说服力。那现在呢，有一些媒体，包括香港媒体就认为那释永信这次被查的真正原因可能是踩到了中共的红线。什么红线呢？就是这个2月1号，今年年初他去了趟梵蒂冈，被认为呢这可能是踩了中共的一个敏感区了。那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呢，释永信他的这个文化交流僧侣代表团在今年2月1号前往天主教的这个圣地梵蒂冈，跟当时的这个教宗方济各，现在方济各已经离世了嘛，跟当时的方济各见面。那从梵蒂冈当时发布的照片就能看到，释永信跟另外3名僧人是一起在方济各的书房跟他会面了。这个场合呢被包装成了宗教文化交流，但是呢在中共看来这可能是一场未经授权的外交活动。那这个定义呢，并不是来自普通的媒体，来自香港01。那香港01呢，被普遍认为有北京的官方背景，也许呢，它是代表北京某一派在发声说这个释永信被抓的背后原因可能是踩到了北京的红线。那教宗呢，他不是一般的宗教领袖他是这个梵蒂冈的元首，他是有国家性质的。那中共国呢，虽然在2018年跟梵蒂冈签署了有关教宗任命的协议，但是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梵蒂冈呢，更是欧洲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承认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并是唯一一个与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那这对中共国来讲呢，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呢，中共国呢近来呢不断的强调要求宗教中国化，他自己设立的宗教事务条例明文规定不得利用宗教损害国家利益，不得违背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利用宗教所谓进行分裂国家的违法活动如果有呢，会依法追究责任说境外宗教活动更需经省级以上的宗教部门报批。说呢，在中国宗教不是私有领域，而是治理工具说得很明白，宗教是在中共国的宗教，不是说宗教本身在中共治下的宗教是它的统治工具，你不服它就要打击你，
你不就是说你是松散管理也好，怎么也好，你不在他的体制之内，你不受他的控制，那中共一定会打击你，把你说成邪教啊，把你呢列为非法啊，进行这个痛彻心扉的打压。那这中共他就是一直在这么做。那除非你是顺从他了啊，顺从他呢，那有几种结果，要么呢你这个宗教就没了。那中国以前有很多这个其实民间流传的，其实有民间流传的信仰啊，或者民间流传的气功啊，后来都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就中共打压嘛。1999年打压法轮功的时候，中共连同中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共，其实当时打压法轮功的同时，连同中共就一起给打压了。这就是中国的气功活动啊，它都是这个在中共的眼里呢，都是无法容忍的，除非你接受它的控制。那接受它的控制，像我刚才说的两种结果，一种呢就消灭掉没了，那再一种呢就是说成立某种协会，然后呢用这个协会去操纵你这个宗教。那个别你这个信徒可能是真的很虔诚，那中共不管，对他的统治不构成威胁，那你自己家关起门来你自己信仰。但是一旦结成团体，一旦是有群体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一定要能够控制，不控制他恐惧，他就害怕，因为他这个意识形态是邪恶的嘛，他跟所有传统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立的。因此呢，中共是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他控制宗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大本事，而是因为他恐惧啊，所以呢，他一定要控制宗教。特别是发展成型的。那这个报道里说的很清楚，在中国它是宗教被认为是党的治理工具之一。那官方资料呢也多次强调啊，顺便我也要说一下，中共呢篡改历史啊，把历史上人们的虔诚的信仰说成了什么统治阶级的工具。可是呢，它是本末倒置，这是中共篡改历史的一大罪状。现在我的观众里边可能有个别人还是没搞清楚，中共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这个胡说八道。当年中国历史上不同的统治阶级信仰过不同的宗教，甚至有信西方宗教的都有。那元朝就有统治者信奉西方宗教，它怎么叫统治工具？是因为当时的人普遍善良，普遍信仰宗教，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信了，他自然也希望别人相信，对吧？他或者是希望做点好事儿，不是强制的，而是把这个宗教推广都有。所以历史上历朝历代信仰都不同，但是呢，它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正虔诚的信仰。统治者都在信，它构成什么工具啊？这是现代政治学把这个历史上单纯的一个现象给描摹成了一个有意而为的，好像一个邪恶行为。其实不是啊，历史上没有什么利用宗教统治，什么没有，只有中共把这个宗教当成统治阶级的工具。在中共以前没有这个情况。一会儿呢，就跟大家讲这个少林寺的严格，大家就知道了。真的是很神奇的一段历史。那官方资料呢也多次强调啊，中国宗教呢要跟社会主义相适应，弘扬什么中华文化，就是他弘扬什么中华文化，什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绝不可能成为外来思想渗透的通道。所以呢，近年来无论是中国的地下天主教团体，还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的去阿拉伯化的政策，都围绕这条主线展开那从天主教中国主教的任命上就能看得出来。中国呢一直是推行自主任命这个主教的政策嘛，跟这个别的国家由天主教教宗任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共要我来自己任命，然后呢，现在的中国的主教就是这个中共自己任命的，其实不应该承认的。但是呢，梵蒂冈可能有他们的考量吧，对吧？但实际上，按照这很多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应该由中共来任命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任命天主教的这个主教，这是一种耻辱不应该这样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就是释永信跟教宗方济各见面了其实变成一个自主的一个被中共其实在官方历史形态中暗中敌对的这样的一个天主教的教宗。那么释永信跟他的见面如果没有得到中共官方的许可，那就变成了一个里通外国的一个在中共看来是一个不忠诚的行为超过了宗教互动的范围。那在宗教中国化的背景下，这是更不可以被接受的。而且你不知道，因为梵蒂冈有的时候外界对他的传说也很多，你也不知道释永信在私下里跟方济各谈了什么，有什么交换，有什么样的这个更大的这种，也许方济各希望这个释永信做些什么呀？这当然了，这是猜想了，就是说他私下里谈了具体什么，这个官方是不会公布的。也许谈了某些东西是触碰了中共
无法逾越的禁区，因此呢，在释永信回来之后，根据报道，那释永信呢就被查了。当然呢，这是外界认为的可能性之一也是得到香港媒体报道的香港媒体就是香港01嘛，它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但是我个人呢对这一点还是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因为呢，释永信作为非常听话的这样的接受中共统战的和尚，他不可能是有特别胆大的行为去自主的超越中共意志去做什么。他的很多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很可能应该也是在中共授意下进行，包括去教宗方济各跟他见面，未必是他自己的主意，应该是得到了官方的什么方面的许可他才会去，或者是直接官方就暗中要求他去跟这个方济各见面聊些什么东西，这都是非常可能的。只不过这过程中也许这个释永信跟方济各私下里达成了什么协议，说了什么话，这超出了官方许可的范围，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关于释永信他被捕，为什么到现在才落马？因为过去几十年对他的指控蛮多的，到现在才落马，那肯定有原因呢。所以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呢，他可能背后有存在利益分赃不均，因为他背后也是背靠不同势力嘛，那不同势力间因为这个分赃不均，那可能就把他给整了。我们知道从2015年，其实2010年、2011年就有了那么2015年，当时呢，还有一个人叫释正义，也是少林弟子。昨天呢，我在直播中已经跟大家讲了。那这个人呢，就公开举报释永信侵占了少林寺的财产，玩弄女性，甚至好像还有私生的子女。可是呢，当时不仅这个少林寺不承认，释永信不承认，而且呢，官方媒体还替释永信辩护。当时呢，央视什么北京青年报央广网中新网等等，都是来集体背书释永信，说举报内容是造谣，不存在的事儿。那当事人呢，报警要求查处这个造谣者这种新闻都捏造出来。可是现在呢，官方依然是发出通报依然是中共媒体的报道，可是呢，就180度大转弯，坐实了当年的指控。其实呢，对于释永信这些事儿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当年举报都是实情，只不过呢，官方压着，没人敢说。但现在呢，释永信翻车了现在有人敢说了。7月27号，释永信出事的当天，有一个他身边的也是少林寺的人，算是知情者吧，他在网上就爆料说呢，释永信他了解到的情况，就这个人生活非常的奢侈，私生活呢也非常的混乱。因为这个人呢，之前在少林寺学武术，还做过义工，跟释永信呢有过一些接触，就发现这释永信这个人呢，真不怎么样佛教中的败类是这个佛教中的魔鬼就混入佛教僧团的魔鬼。那这位知情人呢，讲述了释永信的一些生活细节，喝的茶都是几千块、上万块钱一包的那一包可能就1斤重吧那这个茶叶呢，有的是清明前的这个什么雀舌茶还有一些各种名贵的茶叶，一小包几千块。都是茶叶里的极为珍贵的品种有的呢是属于几千年的古树长出来的茶叶。那有的出家人呢就是这样的奢侈他住的床，就是这个释永信住的床都是高档木质都是那种有价值几百万的那种老种木料。那包括释永信的车，那每次私下出行都是上百万的豪车，这是释永信的生活细节。我们知道佛教僧侣佛教我们指的是这个它里边的不同法门它的修行方法都是不入世俗的都是不沾世俗的。那佛教呢讲四大皆空，作为一个佛教的修行者，应该是穿百衲衣，吃千家饭，这是佛教就只因为佛家有不同的法门嘛，佛教里边它对僧人的规定就是这样的，要出家，你就出家6根清净，你不结婚嘛，对吧？你更不可能沾女色。而且呢，要持戒，不吃肉的要吃亲家饭更不可能开几百万豪车。我记得我在10几年前看过中国一个真正的，到现在真的是很罕见了，真的是比国宝还国宝级的那种，就是真正修行的和尚。那几个和尚当时在社会上有人拍了一些照片，社会上给的就是第三者拍的，发现这些人呢真的是不一样。那些僧人他是吃饭就是化缘出门行脚就云游到处走，然后呢，寺院自己的所有工程那些铺路干嘛的都是自己修建的。
没有不沾什么费用，不沾什么钱，也不沾什么就是世俗的东西，就是一心修行啊。除了念经打禅之外，就出去云游化缘，就是一直都这样啊，一心向佛，这是真正的修行人。当时呢，这个好像是在这寺庙是在东北吧，还是在什么地方啊？当时就很出名，大家都觉得哎呦，这简直世之少有了。现在还能真正持戒修行的僧人还有几个呀？啊，真正能够修心向善、修心向佛的。能有几个呀？都是这个跑世俗去了。现在早年这已经在中共国已经非常普遍了，寺院的和尚是上班的，你没看这个现在都是以公开的发这个招聘的信息啊，要求学历的，而且有工资待遇，各种方面都有，几点上班，上班之后你就下班就回家了。所以呢，你在寺院里景区里看到那些和尚，他们呢都是这个，你看剃着光头，那都是职业要求。他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这个私生活啊，甚至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罪恶的行径啊，这都可能是的。他都不是真正的修行人，都是变成职业的了。那不还有前2年我还看到有景区的和尚是吧，互相之间这个说脏话说得很难听，甚至跟游客之间打起来了，这是不可想象的。那出家人呢，就算是佛教也是讲究忍的呀。大家知道儒教啊，儒家对这个忍讲的非常强调。那佛教也是讲忍的呀，那僧人也是不会跟世俗人一般见识的，那世俗人就算打他几下，他都不会还手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对佛教僧人来讲，他也应该做得到，对吧？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僧人跟游客打架，你就感觉太阳从西边出来，其实他不是真的僧人，他也不是真正的佛教。所以我在想啊，就现在这个佛教中的乱象啊，在中共之下的啊，有前提的，在中共之下这个佛教里边的乱象。其实呢，也是真的是蛮让人寒心的。那释永信啊，在这样的土壤里边，我想呢，这么多年虽然有人举报他，但是屹立不倒，也跟这个普遍的乱象有关。因为大家很多人呢，虽然有人举报就是有良心的，可能还真的是有点这个佛教中修炼的这个修行人的素质的，可能是这样哈。那更多的人可能见怪不怪了，以为这佛教这个寺的方丈也那样，那个寺的方丈都是这样啊，可能都认为这些寺院哪个和尚真正修行啊，都是在那儿去这个2个宝1个岛啊，在那儿就是玩去了，在那儿挣钱去了，然后回家过自己生活，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啊，看媳妇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可能都是这样。所以看着释永信这样，可能也就见怪不怪了。我觉得释永信这么多年不倒。它也跟这个土壤有关，就跟这个中共治下整个佛教的乱象都是有关的。如果说倒退100年前，就别说古代啊，就说民国时期的这个佛教出来个释永信这样的人，我跟你讲啊，那别说等着政府部门了，佛教里边早就有人把他给轰出寺院、轰出山门了，这一定的。就释永信这样人，你敢在佛教里佛门里待着，那政府不教训你，别的和尚就教训你了，那肯定是这样。那为什么现在出来释永信这么多年没事啊？就说他这个整个他这很多的风气啊，都可能都不太正啊，这是我个人观点了，个人观点。那么这个，你像有个独立视频人叫蔡胜坤是吧？经常引用他爆料，他最近呢对释永信也评论了，他说呢，释永信10年前就被公开举报10宗罪啊，当时呢从北京到省市都给他开脱解释，在 CCTV 呢。还做了专题给释永信摇旗呐喊，认定对释永信的举报子虚乌有啊，并且呢还给了释永信清白之名。那可呢，谁想到10年之后，释永信被抓了啊，之前的举报的罪名呢成了关键证词。那10年前谁在庇护他？现在呢，他又是被谁抛弃的呢？因此呢，这些事儿啊就成了这个一个谜团，大家都想知道释永信的后台是谁。由此呢，大家也猜到，像刚才说的，就是说释永信今天他的落马，他的被抓。那就是这个背后可能是分赃不均，那他的这个后台不满，或者是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后台倒了啊。在目前为止呢，这个事儿还没挖出来，释永信的后台到底是谁，是什么人，这个没挖出来。所以我个人，你问我大宇，你觉得释永信被抓什么原因？我倒不觉得他去梵蒂冈是一个直接原因，有可能是别人给他下的套啊。这个事儿呢就顺理成章成了他的这个一个罪名，并不是这个事儿本身是他的罪名。就本身是他的一个出事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根本原因我觉得还是他后台倒了。他后台是谁，跟谁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早晚要挖出来的。那一定是后台倒了，释永信才出事的啊，肯定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下少林寺历史的沿革。那到这儿呢，毕竟我们做这个节目嘛，所以这节目还是有一些跟这个商家呢有一些这个合同，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产品。这产品呢。
也是我自己亲自试用的，就是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膏丝啊，真的不错啊，推荐大家呢购买。我呢累的时候都会喝一勺啊，真的管用，你就入口就有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明显的哈。那这个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膏丝呢，它是非常适合控制血糖、缓解疲劳、缓解精神紧张、提升睡眠质量、增强免疫力。有经常熬夜、感觉精力不够的朋友都很适合服用它，你可以送给长辈都行啊。那它是加拿大的天然产品，大家都认。我呢几天前呢就是有熬夜过哈，那吃了一勺呢之后就没那么难受了啊，真的管用啊！它在维持血糖稳定、辅助降低血糖上都有亮眼的表现，而且呢不含有西药成分，也不含糖，能够长期服用。那包装盒内啊，它自己附带一个这样的1克量的小勺，自己附带的。然后呢，您每天呢就是早餐之后服用1勺就可以了，这1天都够了。但是您如果觉得身体需要，想多吃也可以，那就晚餐之后或者午餐之后呢，再分别吃1勺，适当加量都可以。但是吸收率非常高啊，这1小勺就相当于6根西洋参的这个吸收比例。而且呢，产品得到了 FDA 还有加拿大卫生部的权威认证啊，可以放心购买。那购买 Genex 西洋参黑膏丝，那您可以点击我已经分享出来的链接。然后呢，在购买的时候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就是 DAYU， 就是大宇啊，能得到85折。另外呢，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就是1-800-880-5697，打这电话呢，有专人帮您下单，到时候呢，您口头吩咐说我要什么产品就可以了。那要跟大家说的是呢，这个产品啊卖得非常火，在蓝莓优品网站上这个专门的购买区域，240克1瓶的这样的包装已经卖光了，没有了。得到90月份才能补货，那现在呢只有100克1瓶的，而且是2瓶起售啊。1瓶呢能吃很久，您如果2瓶买的话呢，就说我觉得您这个可能至少半年呢，我觉得可能都，因为像1克是这个可以吃1天嘛，那么1天1克的话呢，你100天就100克，那差不多100天就是3个多月，那你2瓶的话差不多就半年多，对吧？所以呢，您这个买一次能够你半年多吃的，而且呢，每次吃完之后它都有明显的效果，对恢复体力啊，对这个维持精力都很好，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哈。大家可以在我分享出来的链接，在这个留言区已经置顶了啊，大家可以去点击购买。OK， 那么我们接着说新闻哈。那刚才呢提到了少林寺现在的乱象啊，这个释永信呢，他是这个利用少林寺啊，把少林寺呢开辟成了18个企业，就依托少林之名开辟了18个企业，然后以此敛财，是敛了巨额的财富。而且呢，他背后肯定有官商关系吧，他肯定有官员在背后有背景吧，那这些人呢都会瓜分这个财富。那一个少林寺现在呢，本来它是一个修行场所，本来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可是如今呢却被释永信之流啊糟蹋成了一个商业啊铜臭味十足的一个世俗的场所。那我们看一下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那少林寺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呢？跟大家就现在讲一下。少林寺呢，它是创建于北魏太和19年，公元495年。当时呢，北魏的孝文帝他是非常崇敬佛法的，他为了安顿到北魏的印度僧人跋陀，因此呢，在河南嵩山少室山建立了寺庙。那到了北魏孝明帝孝昌3年，就527年，跟这个少林寺刚建立起差不多就过了30多年。这个达摩啊，就是这个禅宗的创办者吧啊，达摩就来到了少林寺。他在跋陀开创的这个基础上，广集信徒，传授禅宗。寺庙的规模呢也越来越大，僧侣日益众多。那少林寺呢就成为了中国佛教里边禅宗的祖庭。那少林寺呢就名扬天下，就从这儿就开始了。那根据台湾一位写作者，他叫 Jennifer 啊，他的姓氏我还真不知道啊。台湾的一位 Jennifer， 他写了一个关于达摩的一个生平，我觉得写得很精彩啊，里面有一些典故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在历史上啊，达摩确有其人，他不仅是佛教禅宗的创始者，也被后世认为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但是呢，达摩自己传出武术，他并不是为了搞武术。达摩开始他一样啊，他这都是修炼修行啊，都是修心养性，这个修身啊，像佛的都是这样的，并不是习武为主的。所以达摩当时呢也是这样，他开办少林寺
是参悟佛法，给这个僧人修炼的，并不是说传授僧人武艺，练武为主，这不是，这后世给歪曲的。可是为什么说达摩跟武术有关系呢？是这么回事。一开始呢，达摩在说法的时候啊，看到很多僧徒很疲倦，就是可能这些僧徒啊，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要化缘呐，可能要这个自己啊从事一些寺院的建设，因为很多传统的僧侣啊，他的这个建设都是自己做的，僧侣自己来修建寺庙啊，来铺路啊，都自己来做的，不是找这个外面的工匠，所以他可能平时要干活会很累啊，包括他自己要打禅啊干嘛的，可能都缺觉哈。所以呢，听这个达摩，这达摩就是讲经吧，或者说，达摩讲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吧，啊，就在这个时候讲课啊，咱们就讲课吧。那僧徒呢就很累，那怎么办呢？达摩就开始啊传授他们一些办法，可以消除疲劳。那其中呢就包括这个拳法啊，就是练一些武术的东西，练一些拳。然后呢，这些僧人呢就这样通过锻炼，他们就是精力提升了嘛，一下子就很精神，消除疲劳，就非常见成效。所以呢，少林寺的僧徒啊，从此以后除了听这个达摩讲课，然后参悟佛经之外呢，这个还有这打禅之外啊，他就是这个习武啊，成了他们一个必修课之一，为的是消除疲劳，更有精力修炼，是这样啊。所以呢，这样一批一批的少林僧徒啊，慢慢的就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但一开始呢，他的少林功夫呢，它是副产品，他为的是修行者能够更有体力和更有精力。能够这个更好的让身体啊去工作，是这样的。因此呢，少林寺呢这武功啊，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你不管他是怎么回事呢，但少林武功传出来了，他这个一下子很厉害啊，然后呢就名满天下。那达摩呢，渐渐的也被称为什么中国武家之祖，这个里边还有传说，一会儿就讲啊，这不是说这一下他就成了中国的武术家之祖，后面还有一些传说。那达摩呢，他本人呢，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他本人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根据佛教经典的记载呢，达摩是西元5世纪到6世纪的僧人，又名菩提达摩。一种说法呢，他是印度人；一种说法呢，又说他是波斯人。相传呢，达摩自幼呢就非常聪明啊，然后呢对佛道啊都有天生就对佛法吧都有天生的悟性，而且呢是舍身弘法，这个人呢也是很了不起啊，成了佛教的释迦牟尼的第28代传人。后来呢，他接受师父的旨意，来到中国传法啊，传佛教。在坐了一艘大船啊，在印度坐船去的，人家不是这个走陆路，是走海路，坐船去的。坐了3年呐，在船上颠簸了3年，终于到了中国的广州。那在广州之后呢，北上，当时呢正好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他就到了南朝梁国的首都所在地南京。那么拜访了当地呢以崇敬佛教而著称的梁武帝萧衍，应该是萧衍吧，是吧？这梁武帝呢就跟达摩2个人谈论佛法，结果呢达摩发现啊跟这个人话不投机，那达摩呢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没办法，他可能达摩会认为，就我个人理解吧，就是可能会觉得梁武帝有点就把这个弘扬佛法当成了一个事儿来做，不是发自内心的，他好像是为了积累功德，为了积累好名声才这么做的，并不是说真正的理解佛法，认识佛法。所以呢，这个达摩可能觉得话不投机，就跟这个梁武帝拜拜了。拜拜之后呢，他离开南京就要过长江嘛。那当时呢，达摩呢走的时候，到长江，本来梁武帝以为长江能把他隔住，而且呢，当时他有点后悔，觉得可能对达摩这个说话可能言语间有不敬或者是这个没说好，所以后悔，就赶紧叫人去追达摩，想叫他回来。结果呢，没想到去追的人发现呢，达摩踩着一根芦苇渡江而去，渡江北上，这就是历史上的典故，就达摩一苇渡江，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是真事儿后来呢，把这个当成传说，其实是确有其事。那到底呢，梁武帝没留住达摩，望着这个达摩渡江远去的背影就是只能是望江兴叹了，对吧？而且他是一苇渡江，踩着芦苇渡江的。那达摩到达中国北方之后呢，当时正值北魏北魏这个也是当时中国整个都是比较崇敬佛法的，北魏当时也是，他就到了北魏的首都洛阳参观了洛阳当地的不少的寺庙，最后呢在嵩山定居，就在少林寺面壁9年。面壁9年的过程中呢，他把这个就是我今天节目缩图里展示出来的，他那个看着的墙壁的那个墙壁上都出现了达摩的影子。就因为他面壁9年嘛，因为你面壁僧人修炼他是有能量的，身体是有能量的，
它面壁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包括它本身能量的影响，就造成这个墙壁上啊，隐隐约约能看到这个达摩的人形，就已经就面壁9年都已经这个修出这样的效果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了。那随后呢，他面壁9年之后呢，可能是有更进一步的成果啊，修行的成果，所以呢，在少林寺呢就开始住寺，开始传授这个佛学。那少林寺里边呢有一个达摩洞，现在有个达摩洞，据说呢就是达摩面壁9年的所在地，到底是不是？这个现在无从考证。那么传言呢说达摩呀活了150多岁，在少林寺圆寂的啊，葬到了熊耳山。在他埋葬的地点旁边呢，立起了一座佛塔，定名为这个塔的地方又建了个寺，叫定林寺。那比较传奇的是呢，达摩死后3年，一个叫宋云的和尚从印度回来了。当时这个为了求佛法嘛，很多僧人去印度。那有个叫宋云的和尚刚从印度回来，说呢他在葱岭一带，葱岭是哪儿啊？好像是现在的阿富汗一带，对吧？阿富汗一带就在葱岭那一带见到了达摩。说呢，当时呢，达摩手里拿着一只鞋子，翩翩独行。然后宋云呢就急忙问说：“达摩，你要去何处啊？”达摩说：“西天啊，说西天去啊。”人们对宋云的说法呢将信将疑，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就把这个达摩的墓打开了。结果呢，坟墓掘开之后，所有在场人呢都震惊了，墓里边只剩下了一口空棺材，还有一只鞋子，就达摩的这个遗体不见了。就说明这个达摩是真的是，因为历史上不只是达摩呀，很多道教的这个修行人呢都有这种就是假死的传说，真是这样。他就是说，他可能是这个人没死，他可能那尸体遗体都是幻化出来的，就可能他用随便一个什么东西扔到棺材里，就化成他的人形，然后这个人走了，但是呢那个身体还在那儿，为什么呢？他就是让世人理解吧。那我觉得就让世人理解吧，对吧？要不然的话，这个人不死，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人类社会里边，那肯定会引起轰动嘛，对吧？但是达摩呢，他就是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这个死呢，很可能是假死，他没有真死，因为他是修行人嘛，而且是有修这个道有所成的，所以他可能是这个肉身不死，是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宋云的和尚这个传说呢就流传下来了现在人都当传说，但我相信这是真的那达摩的国籍达摩的生卒年代，达摩到中国的时间呢，其实历史上也有一些争议。那刚才跟大家说呢，是比较被普遍认可的。那么其实呢，说到这个话说回来说到达摩跟少林的这个武术的记载，实际上在明朝以前，包括唐代，少林的官方记载里并没有达摩传授什么系统性的武艺或者是留有关于武术的一些著作，这些都没有。那是在达摩圆寂之后1000多年里边，慢慢的才出现了一些跟少林武术直接相关的一些著作，包括《易筋经》这个是后来达摩这个圆寂之后慢慢的才出现的。那怎么才这个少林武术才名扬天下的？怎么少林武术才跟达摩产生关系的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达摩为了自己的徒弟这个能够休息一下能够这个在修习佛法之余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提升精力教给他们一些武术办法之外，那么后来人呢发现了达摩的，因为刚才说的那些呢，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记载，也不是一个有系统性武术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什么学说只是这样一个说法你并不能成为一个武术宗派，对吧？所以为什么东西让少林成为一个武术宗派？那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呢，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达摩的这个他在少林寺面壁9年嘛，那么后来他面壁的地方有点破损了，然后呢就有他的这个徒弟去重修，就后来的这个不知几代的徒弟了那后来的少林寺的僧人去重修这个达摩面壁的地方，结果呢在面壁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石箱子。那经过几番周折他们终于把这石箱子给打开了。打开里之后呢，里边发现两本书那都是用天竺文写的其中一本呢就是《易筋经》。那这本书呢后来被留在了少林寺僧徒们呢是按各自的理解去练，但是呢都只是学得皮毛，并没有学得《易筋经》里边的精髓不知道这个里边怎么回事。后来呢西族的僧人呢把这个《易筋经》就给翻译过来了可能翻译成汉文。
那当时印刷技术也不是特别发达，对吧？那肯定都是有些手抄本呐，或者说是很少的一些这个实体的书在民间流传，所以呢影响范围不大，看到的人不多。那能够因为这本书练出什么绝世武学的也不多。那后来怎么回事呢？这本书呢辗转的就流传到了南宋名将牛皋的手里。一提到牛皋，大家可能都知道，牛皋是岳飞手下的名将，是岳家军的人啊，岳家军的人。那牛皋拿到《易筋经》之后啊，他就开始研读翻译。那根据传说呢，就牛皋把这《易筋经》啊，可能是研究的还不错，那他就领悟了里边很多的武学精髓。也就是说呢，从南宋岳家军开始，这个少林武学呀，就渐渐的就开始这个流传出来了。那一直到了明代啊，这个发扬光大。所以呢，明朝人啊不仅相信达摩会武术，而且呢相信达摩有武术的著作。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少林寺的武术啊开始流行天下。一些既懂武术又懂文化的人呢，就把中国武术呢分成2个流派啊，一派呢就是内家拳法，就是这种拳法呢，往往呢把张三丰，就是呢这个太极拳的创办者啊视为祖师。那另一派呢是外家，习练外家的，叫主动啊。它内家，所以什么叫内家？它主静，这我也不懂了。这个武学里边的，是主静是视为内家，主动的视为外家。那这个外家呢，都认为是少林是宗派，那奉达摩为祖师，所以呢，达摩就成了中国武术祖师的桂冠啊，就是他戴上了武术的祖师的桂冠。当然了，另外一个桂冠应该给张三丰啊，这是2个武学宗师，一个是张三丰，一个是达摩，那这2个人。那禅宗的衣钵呢，我们知道它其实也有个世代的传承。早期呢，当然最早是达摩了他是这个禅宗的创办者。后来呢，包括达摩在内，禅宗呢一共传到六代啊。后来呢，其实这个有所争议。那比较没争议的就是最早的6代啊，初祖就达摩，2祖慧可，3祖是叫僧璨，4祖道信，5祖弘忍，6祖慧能。那2祖慧可呢是洛阳人啊，也是洛阳人。那么他呢是自幼是聪颖好学啊，博览群书。那么出家为僧之后呢，改名叫神光啊，神光和尚。从此呢是遍学大小乘的佛教理论啊。那么后来呢，他是跟这个达摩呀求法，结果达摩呢不理他。当时达摩正在面壁，达摩不理他，他就呢没日没夜的站在达摩身边，直到冬天啊。隆冬9月，就是非常寒冷的时候呢，他还在雪地里站着，那个雪啊都没过膝盖。这个慧可呢，还是在等待达摩能够见他一面，能够跟他说句话。那达摩呢，看到他这个情况啊，就问他你到这儿来干嘛呢？然后呢，慧可就讲，就被他感动了嘛，就问了他一句，你到这儿来干嘛呢？大概意思不是原话哈。慧可就讲了为什么什么，说的感天动地。但达摩呢还是不理他，那不理他怎么办呢？慧可就为了表达自己啊求法的心切，就用刀子啊，他随身带着刀子的，那用刀子啊切断了自己的左臂，然后呢还绕着达摩走了一圈，然后雪地都被染红了，以此展示自己求法的决心。那达摩一看呢，真的是这个坚定哈，就为了求法是非常的这个舍身求法，所以呢就决定啊，真的就收他为徒了，把这个衣钵传授给了慧可。那慧可呢就成了达摩的2祖，是有这个传说的。那其实呢还有更早的传说了，就是这个神光和尚啊，在早年其实跟达摩早就有过一面之缘。在达摩见过梁武帝萧衍之后，达摩不是往北走吗？往北走他就遇到了这个神光，就是后来的慧可。当时神光啊看不起达摩，认为达摩懂得不如他多，所以呢对达摩非常不敬。甚至有传说呢说慧可呢，就是神光啊，当时拿着念珠就就扔了这个达摩一下，这个念珠啊就扔到了达摩的嘴上，打掉了达摩的一颗牙，一颗门牙。然后这个过去中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圣人的牙如果碰到地，那这个地方会大旱3年。所以呢，达摩当时呢，他是怕出现这个事儿，所以打落门牙之后呢，他就没吐出来，他咽到自己肚子里。所以中国有个典故叫什么打破门牙肚里吞，是吧？有个这个说法，就是从达摩来的。他当时为了这个地方博大旱3年哈，就把这门牙吞到自己肚子里了。然后呢，当时这个神光和尚不知道达摩为何人呐，后来他是
据说吧，又有一个传说啊，说他这个要死了，然后呢，地狱里的无常来见他，就问神光说：“你阳寿到了，你跟我们走吧。”说去哪儿啊？去阴曹地府见阎王。他神光说：“我学了一辈子佛学了，我为什么还不能脱离生死啊？为什么还要去这个阴曹地府啊？”然后他就问我怎么样才能解脱呢？他当时可能最终这个无常没把他带走，可能是也是吓唬他一下哈，可能他还是有佛缘的，可能以此点悟他一下。那这个无常呢，就跟他说，有一个和尚啊，长成什么样子，什么胡子什么样子，这个人呢是真正有修行的，你应该去问他。那这个神光一听，这不说达摩嘛，然后神光就从此啊，就一醒来之后，马上就去找达摩求法，就这么的，就才有了后来断臂求法的故事。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严格的，是吧？那当时啊，慧可。就是神光和尚啊，跟达摩求法的时候也就才40岁啊，求法之心非常坚定啊。那达摩呢，这个就是少林寺啊，在早期建立的时候啊，出现了很多的神迹啊，包括达摩呀，包括其他的呀，都有这神迹。那神迹之后呢，就少林寺的这个精神真的是这个可歌可泣啊，真的是留下了很多的现在人都说宝贵的精神财富，那确实如此啊。比如说呢，少林寺的和尚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过13棍僧保唐王的这样的记载。他保唐王并不是说因为他对统治者怎么样，不要听共产党宣传的，因为李世民当时他当政之前，民间就有传说会有圣王在中国降世。那这个唐王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来救世的啊，是来让百姓脱离战乱的。所以呢，不只是佛教的僧人保他，还有其他人保他。你像这个袁天罡、李淳风这2个道人。那也是保李世民的，因为当时李世民来到就是降生这个中国的时候，当时中国大地就有传说，说会有圣主来救世啊，脱离战火。所以呢，唐王呢，他是这样一个象征，并不是后来的这个中共宣传的什么统治阶级啊，什么利用啊，什么都不是这些的啊。所以呢，少林寺的13棍僧保唐王啊，有这个典故，也是为他保唐王，他也是为了天下苍生，对吧？那这是唐朝的事儿。那在明朝的时候啊，明朝嘉靖的时候，日本的倭寇袭扰中国的沿海，当时呢，这个戚继光是抗倭嘛，抗击这个当时日本其实就是日本海盗，抗击这些日本人。那么，戚继光手下有个大将军叫于大球，还有包括他自己本人。那为了抗击这些人呢，他必须研究出一套这个武术套路来，所以戚继光呢，当时就召集了一些武术家，包括少林寺的僧人，研究出了一套抗击倭寇的这个拳法还有棍法。那因为这个抗击倭寇有功嘛，那少林寺当时又得到了嘉奖。这我不知道是南少林还是北少林啊，因为少林有南北之分，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少林。少林武术它是这个都是这个应该是同宗的吧，是吧？那么少林僧人呢，至少有6次呢被明朝政府征调啊，参与战事，并且呢屡建功勋。所以呢，明朝政府啊多次为少林寺建碑啊，去表彰他们的功勋。但是大家知道啊，少林寺被明朝政府征调，所谓的征调并不是参与政治，或者是为了在政府中得到什么职位，并不是。我们没有听说过少林寺任何一个出家和尚方丈在政府里边啊做什么事务。这些人呢都是出世的，不问世俗的。他们为什么能接受明朝政府的征调呢？还是那句话，为了天下苍生。这个大家可能理解不了，很多现代人呢都被共产党的历史书给整拧巴了，给整糊涂了，以为僧人这个做点什么事儿，为世俗做点什么事儿，就好像是这个为了什么功利，为了什么功名，其实完全不是。他们就是有这样兼济苍生的这样的心愿啊，就希望呢能够为国为民做点好事儿，这不算什么问题吧，对吧？这是好事嘛，对吧？所以呢，是出于为了天下百姓才接受征调，参与战事啊，为了天下太平，是这样的。那明朝是这样啊，至少6次参与战事。那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那少林寺呢一样如此啊，得到了清朝皇帝的青睐。康熙给这个少林寺提过匾，然后呢雍正为少林寺的重建拨过款，乾隆也是呢给这个少林寺啊写下很多的诗词匾额，而且呢去少林寺啊住过啊，亲临少林寺。所以清朝这几个有名的皇帝，康熙、雍正、乾隆都跟少林寺啊有不解之缘，都非常崇敬少林寺。
然后呢，到了民国时代，那少林寺呢也是屡遭战火呀。那当地的这个少林寺的和尚，为了保护少林寺，也是为了保护当地的这个百姓吧，就组建了一个保卫团，自发组建的保卫团，然后维持当地秩序。在那个1920年代劫匪，然后兵乱四起的时候，那少林寺呢保了一方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差不多方圆几十个村子吧至少方圆几十个村子，因为少林寺的保护就没有得到当时没有受到这个战火的蹂躏这少林寺在民国时代，它还在发扬这个兼济天下苍生的这样的这种它当然了，它不是说什么，它可能就是慈悲吧用佛教的这个说法就是慈悲佛家的说法就慈悲并不是说这个它跟儒教还是有区别的并不是儒教那种兼济苍生的概念，可能他也是觉得跟这些人有缘跟天下百姓呢。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份使命然后呢就是出于这个出家人慈悲为怀嘛以善为本嘛做点好事儿，可能就这样跟儒家还是有区别的不管怎么样，他是为了行善是吧？那跟现在的少林寺不一样现在少林寺其实完全商业化，被这个释永信给搞乱了那这说的都是历史上的，包括民国，包括明朝，包括唐朝，都历史上的对吧？但是呢，到了中共建政之后，少林寺就开始遭殃了最高峰就是文革时期，几百名红卫兵冲进了少林寺强迫僧人还俗，佛像被毁，寺产被侵占，然后呢，殿宇坍塌。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少林寺整个都被毁掉了，就是少林寺历史上的战火都没被彻底毁掉。毁掉之后，可能它这个少林寺的传统还在，精神传统还在，可是呢，经过文革之后，它的这个精神传统。他的物质传统全都被毁了。那少林寺在文革之后呢，只剩下10几个老弱病残的僧人守着残垣断壁，只剩下28亩薄田。整个文革结束之后这少林寺面目皆非。那到了近代近几十年吧，就这个文革之后，那中共呢又开始这个搞建设嘛，对吧？然后呢，把少林寺又当成什么所谓的历史遗迹开始重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少林寺很多都是重建的，不是当年的古少林了，已经是重建的了。古少林已经在文革时期彻底被毁了。那什么大雄宝殿达摩灭壁石都是仿古的重修建筑并不是历史上的。只有极个别的一些，比如练武场塔林部分石刻还是古代留下来的，大部分都被毁掉了所以呢，这个历史跟大家讲了，就知道少林本来是什么样的，不是现在高度商业化的。少林寺的僧人也不从事修行，然后呢，都是这个方丈带头去挣钱跟官商勾结，甚至这个迷恋女色，生育私生子，这整个乱掉了。所以当时有个故事嘛，就是呢，释迦牟尼当时传法的时候，那魔鬼就跟释迦牟尼说我以后我让我的魔子魔孙穿上袈裟去你的寺庙破坏你的佛法，把他们化妆成和尚破坏你的佛法。当时释迦牟尼就流下了眼泪那就说呢，这个释永信那就是这个魔鬼穿上了袈裟就这样。而像释永信这样的魔鬼穿上袈裟的僧人，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非常多。所以释永信的岛还只是个开始，对这些破坏佛法的这些假僧人的这些破坏传统这些就是这些所谓的修行人假修行人，他们的报应才刚刚开始。我想呢，接下来还会更多，不管它背后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呢，这都是一种报应，而且是报应的开始。往后这个很多因为我相信接下来中国一定有一个回归传统的时期，一定是有。那在这个之前，我想很多这个不公平的现象、不正的现象可能要被归正，包括这个宗教的乱象，很多这个不从事修行的很多这个祸乱佛法的这些假僧人一定会有他们的报应所以少林寺留下来什么？那留下来的就是神迹，对吧？留下了神迹，留下了见义勇为，保护苍生，为苍生负责还留下了为追求真理而无所畏惧的精神。就像这个慧可断臂求法，这都是中国历史上真的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财富。少林寺真的是了不起，但是呢，被共产党被现在的假和尚彻底毁掉了。这个精神价值能否重建，那就在于之后每个人在整个中国
是否能进行道德上的重新的建设，都是有关的啊，包括共产党的倒台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好，那今天直播呢就说这么多啊，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啊，拜拜。